和一般超旗舰跑车的变速箱不同，这辆双音咖搭路特斯 XH Cup 430的变速箱是直接在变速箱模块内部就实现了8+N+R 10档变速，而并不需要中控台位置 DNR 模块的加入。那这款套装呢，也是几年前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韩国天才少年池秀焕的设计作品。除了变速箱，包括行驶与发动机联动，那这辆路特斯呢，还有前后双叉臂悬架、转向与方向盘联动，可以打开的引擎盖，可以打开的车门，可以快拆的车顶这几个功能设计。不过这款套装的首发量产版在变速箱位置确实也存在比较大的设计问题。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套装的具体情况，同时也来看一下如何得到一个完美的10档变速箱。那先看包装，彩盒仍然是咖搭常用的天地盖设计，左上角的 Master 标志，右上角的路特斯 logo， 所以这是一款设计师和车厂的双授权套装。左下角标注的零件数是3730片，右下角呢还可以看到设计师的签名。再看彩盒背面，除了成品的背面视角图，下面仍然是几张功能和设计细节的图示展示。打开彩盒，里面一共有4个零件分盒，对应47个零件分包，8个大步骤。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透明车灯零件，还有印刷件名牌呢，都是采用了单独的包装，并且这款套装也没有贴纸，所有有图案的地方全部都是印刷件。此外，还有全新开模的轮毂。所以从开箱方面来看，仍然是双音咖搭一贯的非常细致的产品化风格。再看拼搭手册，同样是装在透明袋子里，一共是有2本，其中上册做了17页的开篇彩图，大部分都是积木成品和原型车的对比内容，另外也包括几页功能展示，以及1页设计师的自我介绍。那8个大步骤加起来呢，一共是有1350步，步均2.7个零件，属于非常细致的分布设计。好啦，那么看完了开箱，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辆车子的内部设计。这里是变速箱内部其中一路的90度步进机构，通过皮筋加持一枚十字轴连接件的方形截面实现。进一步的 A126 和 A127 这2步存在设计错误，不过调整起来非常简单。这里我们先按照手册继续往后拼。这里可以看到变速箱和后悬架都是非常清晰的独立大模块，设计师在模块之间呢也是预留好了动力接口。具体的变速箱通过靠后位置这里的一枚16齿齿轮，稍后会连接发动机，也就是其中下面的这枚16齿齿轮，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变速箱的动力入口。那动力经过变速箱以后，最终通过同样也是一枚16齿齿轮，将动力向28齿差速器传输，也就是变速箱的动力出口。那么手动换挡动力是通过前面这里的一枚4齿齿轮输入进来，然后一共通过3枚4齿齿轮，将换挡动力按照预设的档位顺序逻辑传输给串联的左右 A、B 2个变速箱。不过这里的档位顺序逻辑是错误的，我们稍后再来看修改方法。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设计师在变速箱上面这里呢，还设计了一个限位结构，也就是对换挡动作的起点和终点进行限制。具体的是通过在换挡装置的十字轴上加入一组24:8，也就是3:1的齿轮组，同时对24齿齿轮的最大旋转角度形成进行限制来实现。那经过测试，这枚24齿齿轮大概有200度左右的角度形成范围。那大家知道这辆车的变速箱呢，一共是有10个档，也就是一共需要换挡9次，每次90度，所以换挡装置呢，一共需要旋转810度。根据3:1的齿轮比，这枚24齿齿轮需要的角度形成范围呢，就应该是270度，所以200度左右的形成范围呢，显然是不够的。稍后我们再来看怎么修改。这里可以看到 V6 发动机采用横置的方式安装，通过一组12:12以及3枚16齿齿轮连接变速箱。那这里我们加入电机来做一下测试，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提到的档位顺序逻辑是错误的，以及换挡装置的角度形成范围不够，所以一方面我们一共只能得到8个档，并且8个档位里的初始档位，一旦换挡后呢，就永远无法再换回来了。同时经过建模分析，这8个档位的齿轮比呢也是混乱的，不但不是渐进式的变化，其中有4个档位的齿轮比甚至全部都是3.89:1，而且根据齿轮组的数量，除了1个空档，剩下7个档位，其中有3个是前进档，另外4个呢则是倒档。那通过各档位电机的测试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V6 发动机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建模分析的结果呢也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修改方案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在 A126 这一步，在安装这2枚4齿齿轮之前，通过旋转左右2路变速箱的换挡十字轴，把相关的动力传输环调整到镜头画面里现在看到的这个状态。那调整好以后，也需要按照镜头画面里看到的这3枚4齿齿轮的角度来安装这3枚齿轮，也就是特别需要注意这3枚红色半球形零件的所在角度。那么调整以后，这10个档位的齿轮比依次是 3.89、0、4.86、3.89、2.92、2.33、1.75、1.40、1.05和 0.84， 也就是一个渐进式的变化。另外，倒档的齿轮组数量是偶数，而前进档呢都是奇数，因此产生车轮旋转方向的差别。那换挡装置的角度形成范围需要从200度左右增加到270度，这个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把 A175 部的球头拆掉就可以了。当然，在 A182 这一步，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这几枚4齿齿轮的角度状态哦。接下来通过加入电机测试，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发动机的运转速度所呈现出来的渐进式变化。包括10个档位换挡测试下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搞定了变速箱，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后悬架。设计师在这里做的是一个双叉臂的设计，同时在左右两侧呢各使用了2枚小号硬避震，测试下来回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前悬架同样是左右两侧各2枚小号硬避震，支撑性同样没有问题。同时，设计师并没有专门做限位设计，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转向角度呢确实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整辆车子的模块化架构呢也是比较清晰的，分别都是独立的大模块。这里也可以看到手动换挡动力在进入变速箱之前，这里还经过了2枚万向节以及一个90度步进装置。再看转向和方向盘联动，可以看到联动非常顺畅。不过在第62这一步，需要让上面这一枚20齿齿轮尽量处于十字对中的状态，同时第73这一步呢，也需要尽量十字对中。好啦，那么一共用了大概10来20个小时，这辆路特斯 XH Cup 430就完成了。最终拼好的成品长54厘米，重2.8公斤。相对于原型车的4.08米的车长，准确比例呢是1比7.6。在外观方面，首先可以看到整个车子的外观面板覆盖率确实是非常的高，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镂空破面。两侧的车灯采用了全新开模的零件，所以在外观还原度方面，整个车头部分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包括设计师还对车头上方的风道进行了还原，在里面呢，甚至还可以看到格栅这种非常细节的设计。前轮没位置，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靠内的这2块面板，设计师在2端各使用了1枚球头，进行了一个非常微弱的角度创建。包括在边边角角这些位置，设计师也使用了一些砖块零件去消除因为大块科技面板所带来的破面。再往后，车门、侧裙、车门后面的进风通道这些地方呢，设计师也都做到了不错的搭建。后视镜采用了砖块零件，其中下部支撑杆使用了爪子零件斜向抓住短棍模块的搭建方式，属于比较轻微的非法拼搭。来到车身后部，设计师通过科技面板搭建出了层叠的百叶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到了2单位橡胶零件。另外，为了搭建出整体呈梯形的造型，设计师在这里呢，甚至还用到了万向节。另外，透过引擎盖呢，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内部的红色发动机，而内部的管线呢，也是做到了搭建。再看车尾，两侧的车灯以及下部的扩散器，设计师在这里都是做到了不错的还原。在车尾后沿这里，我们也是再次看到了反弧面科技面板的应用，非常好的创建出了车尾微微上翘的外观特征。所以到这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给这辆车的外观打一个分哦。那么下面就是功能测试了。首先是前后悬架，测试下来可以看到回弹手感非常清晰，悬架支撑性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是转向与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同样没有问题，并且和过程中的测试情况一样，转向角度非常大。不过在最大角度的时候，轮胎还是会和周围结构发生一点轻微的干涉。
另外，方向盘虽然会有9度的角度差，不过这个度数呢已经小于联动结构中框量的影响，所以基本上也是看不出来的。再看引擎盖开合，那这里需要在车顶插入齿轮旋钮，测试下来同样也没有问题。不过在旋转的时候呢，会有一点似乎是打齿的声音。车门开合，设计师在里面做了一个连杆结构，所以可以对车门的最大打开角度进行限制。另外，车顶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取下来，设计师在里面做了3点定位，所以装上去以后也是比较牢固的。那么最后来看变速箱以及行驶与发动机联动。首先这里呢，我们测试的是还没有进行修改的版本，和过程中的测试情况一样，一共呢只能换出来8个档。另外，虽然档位是混乱的，不过每个档位推行下来的发动机联动呢，基本都没有问题，所以哪怕是不对变速箱进行修改，基本的把玩还是不影响的。反正不同档位下的发动机联动速度呢，在外观面上也是看不到的。当然，如果能够按照评测中提到的方法进行简单的调整呢，当然是最好的了，也不需要增加任何的零件。不过关于变速箱还有其他2个小问题，一个是限位装置并不是很可靠，在24齿齿轮和8齿齿轮之间缺少一个上下拉住的结构，这意味着在极限位置下继续用力换挡的话，很可能会因为滑齿而突破限位，造成档位异常。所以到达极限位置以后，最好就不要再用力喽。另外，当我们拔出齿轮旋钮的时候，有可能会带出里面的十字轴连接件和十字轴，导致内部的齿轮脱落。所以在拔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这里最好是用另外一只手把它顶住一下。那么最后测试一下牢固度。首先，不管是从车头、车尾，还是从两侧，像这样把车子抱起来，甚至往上抛一抛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整体还是可以给人一种比较放心的感觉。在这方面，相比几年前的阿波罗 IE 呢，确实是完全不同的2种感觉。而局部使用砖块类零件的地方，也还算是比较牢固的。像这样正常的触碰呢，并不会说特别容易脱落。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款套装的全部测试情况了，咱们下期见，拜拜。